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炼狱岛前情提要。奥利弗和父亲出海时遭遇暴风雨，罗伯特用自杀为儿子换来了生存的机会。可登陆炼狱之后，奥利弗才发现噩梦刚刚开始，爱德华的佣兵团掌握了整座岛屿。姚飞的出手帮忙让奥利弗几次九死一生，并结识了新朋友斯莱德和小东。可在最后一次突击雇佣兵爱德华的任务时，姚飞不幸去世，众人拼命阻止了爱德华及幕后黑手的引战计划。结束一切后，三人必须想出其他办法逃离炼狱。时隔5个月，奥利弗的战斗力突飞猛进，与斯莱德的对打能坚持更长时间，和小东也从友人变成了爱人，三人相依为命。好景不长，爱德华全军覆没后，又有一批神秘人登陆炼狱，三人依靠爱德华留下的探测器寻找敌人。小东本想侧翼支援，却被意外活捉。根据探测器，两人追到了小东的所在地，可对方人多武器足，斯莱德不敢轻举妄动。眼看小东被敌人折磨，奥利弗不顾一切冲了上去，斯莱德只能跟兄弟一起上。可奥利弗却如同失了智，硬生生把折磨小东的人砸死了。一时间，奥利弗根本缓不过神儿。斯莱德捡起了地上的无线电，这才知道炼狱岛上已经不止他们三人了。刚刚杀人的场景还历历在目，奥利弗回想起还一阵恐慌。斯莱德收拾残局中找到了地图和照片，他劝小东去和奥利弗聊聊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没人说话，奥利弗会崩溃的。小东带着奥利弗在湖里清洗了血渍，奥利弗却感觉自己已经洗不掉了，这座岛迟早会把他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小东也只是安慰奥利弗，没有什么岛能让你变成你不想的样子，用阴阳来告诉他每个人心中都有黑暗和光明，杀手和英雄也是一念之间。两人在湖边亲密缠绵，斯莱德却躲在一旁嫉妒，但他也不好意思戳破。其实斯莱德同样喜欢着小东。三人重新上路，斯莱德话里有话地告诉奥利弗，想要在这座岛上生存下去，就不要被其他东西分心。言外之意说的就是和小东的感情。他们跋山涉水找到了照片上的地址，这个地方是那群人的目标，可惜他们没有斯莱德了解炼狱岛。三人进入洞穴后发现遍地白骨，看装束，斯莱德断定他们是二战时的日本人，起码死了60年，尸体都畸形了。而奥利弗则在一具尸体上捡到一个箭头护身符，将一具白骨带回了住处。曾在新疆学过医的小东负责鼓捣尸体，斯莱德打算带着奥利弗去高点侦察敌人。三人就此分头行动，一路上奥利弗都提心吊胆，他担心小东一个人不安全，但这正是斯莱德想要的。小东不在的话不会影响奥利弗，这样奥利弗起码不会死。然而说着，斯莱德就分心了，差点坠落悬崖。等两人登上制高点，拿望远镜一看，敌人竟然有一艘战舰。战舰突然朝一个地方进行了轰炸，眼看是他们的营地，奥利弗立刻冲回去找小东，顶着炮弹的轰炸，两人冲到了营地跟前。奥利弗不顾性命往前冲，斯莱德也不能丢下兄弟不管，一发导弹正中两人面前，奥利弗被巨大的冲击震晕，斯莱德的脸被烈火燃烧。待奥利弗睁开眼后，自己已经被抓到了船上，这里关押着各种俘虏。由于这帮佣军一直在水上干活，我们简称他们水军。带头的老黑上来就是户口盘查，可奥利弗却一个字没说。看着奥利弗如此嘴硬，老黑抬手就是一枪。奥利弗开始大量失血，旁边的俄罗斯狱友告诉奥利弗，这是他们的手段，每个来这里的人都经历过，必须自己动手术证明勇气。奥利弗忍着剧痛取出了子弹。术后奥利弗好一阵休息，老黑看他这么有种，再次找他聊了聊。他只想知道奥利弗几个人有没有找到墓地，而太清楚知道那些尸体已经畸形，奥利弗依旧是只字不提。可通过奥利弗的表情，老黑确信墓地就在这座岛。为了得到具体位置，老黑把奥利弗带进了折磨室，伤口还在流血，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可奥利弗抬头一看，刽子手竟然是早死了1年的 Sarah 的遭遇还得回到1年前金牌号翻船的时候。所有人都以为这又黑又凉的大海已经吞没了 Sarah， 却没想到一个门板让他一直浮在水面。 Sarah 睁开眼，只看到汪洋大海和一只金丝雀。水军的轮船恰好路过这片海域寻找目的， Sarah 被带上船后以为得救了，却没想到陷入了另一个地狱。老黑的顶头上司艾沃现身，强行命令他把 Sarah 交给自己。单纯的 Sarah 以为遇到了好人，艾沃倒不是起了色心，他是一名博士。自从他发现了一种东西可以拯救人类之后，艾沃便带上一船的武装分子开始搜索。叫来 Sarah 其实是希望他能帮忙，这个忙就是折磨其他人。奥利弗有幸成为了志愿者，扁了奥利弗一顿后，艾沃走了出来。Sarah 暗示奥利弗隐藏身份，
艾沃同样想知道墓地的位置，为此他给奥利弗讲了个故事。二战时期，每个国家都研发了秘密武器，其他国家史书上都记载了，但日本搞了一种叫做米拉库鲁的血清，服用了这玩意儿能变成美国队长，甚至可以修复伤口，因此音译成米拉库鲁。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本地人最终自食其果，他们用于实验的潜艇就在这座岛上，代号墓地。奥利弗尔被重新丢回了牢房，只剩俄罗斯狱友跟他没事闲聊两句，萨拉也不敢和他相认，如果被发现两个人都得死。奥利弗尔最不放心的就是小东和斯莱德，此时斯莱德已经重度烧伤，小东悉心照料着他，但营地已经不再安全。夜里，萨拉偷偷放走了奥利弗尔，临别前他向俄罗斯狱友保证自己一定会回来。萨拉偷偷帮奥利弗尔发送了无线电，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小东迫不及待地回复了奥利弗尔。然而奥利弗尔还是中计了，这都是艾沃的圈套。现在小东和斯莱德已经暴露，艾沃接下来的事儿就是干掉他们。面对萨拉的出卖，奥利弗尔无话可说。正要杀人灭口的时候，萨拉再次开口，以奥利弗尔有用为理由留了他一命。艾沃跟着奥利弗尔一路回到了营地。奥利弗尔并不想出卖队友，但萨拉为了保住他的命，只能这样。子弹如下雨般席卷了营地，还好两人提前躲了起来，在最后一刻拆除了炸弹，得以活命。小东也因此知道奥利弗尔现在是俘虏，他必须想办法营救自己的爱人。斯莱德身残志坚，打算陪同前行。另一边，奥利弗尔为了保护伙伴，带领艾沃来到了墓地，看到一地尸骨，艾沃如同见了宝，翻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箭头。奥利弗尔这回是打死也不说。此时小东和斯莱德赶到，双方的激战一触即发。艾沃试图和他们做交易，可斯莱德并不是好惹的，连开几枪直接夺下了主权。艾沃只能妥协放走奥利弗尔。松绑的一瞬间，奥利弗尔放倒水军，拉着萨拉一起逃进了丛林深处。追逐战没持续多久，小东提前埋下的炸弹就引爆，4个人顺利逃生，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落下了脚。幸亏护身符小东没有丢掉，看到上面的中文，让他想起了父亲姚飞。护身符是个普通的护身符，但背面记载了米拉库鲁所在的坐标，8成就是那艘潜艇的残骸。奥利弗尔打算先发制人，优先拿到米拉库鲁，拯救斯莱德。走了没5分钟，斯莱德就体力透支，需要休息。小东趁机问起了萨拉的事儿，自己的男友整天拿着劳拉的照片心心念想，结果到现在还和自己爱得你死我活。他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奥利弗尔：大猪蹄子。休息片刻后，4人继续寻找坐标位置，终于他们来到了潜艇周围，位置简直难以置信。众人摸爬滚打来到潜艇内部，斯莱德的状况越来越糟，至今他们都不相信真的有米拉库鲁这种东西。来到这里都是抱着死马当着活马医。在潜艇最深处，他们确实找到一箱子血清，可这玩意儿不能直接往人体里注射，起码得有镇定剂作为辅助，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有？艾沃的人已经上了潜艇，横竖都是一死。奥利弗尔让斯莱德自己选择注射，所有人都不希望看着伙伴去死。最终在斯莱德的同意下，奥利弗尔为他注射了血清。几秒后，斯莱德开始痉挛抽搐，七窍流血，没一会儿就停止了心跳。昔日战友的死亡几乎让奥利弗尔和小东崩溃，但水军已经杀来，容不得伤感。艾沃搜刮了所有米拉库鲁，给了奥利弗尔一个选择，小东和萨拉只能活一个。不管选谁，奥利弗尔最终自己也会被击毙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奥利弗尔根本不想选。可艾沃是个狠人，直接准备开枪。在他瞄准萨拉的时候，奥利弗尔冲了上去，本想挡枪，却不料艾沃调转枪头，枪响过后，小东殒命。看着陪伴自己活下去的爱人倒在地上，奥利弗尔直接跪在了他身边。潜艇这边，本该断气的斯莱德奇迹般的活了下来，米拉库鲁的药效有了作用，他恢复了伤口和体力。等他再次冲出去帮忙时，只看到了小东的尸体。现在的斯莱德力量强大到无人能敌，水军连血清都忘了拿走，但小东的死也让他心里最后一丝光明被黑暗笼罩。斯莱德现在只想血债血偿。3人将小东安葬在了姚飞身旁，属于这对父女的只剩一个绿的兜帽。斯莱德把他交到了兄弟手里，可奥利弗尔一直没有机会告诉斯莱德真相，说到底都是他的选择。奥利弗尔选择让萨拉活下来，碍于斯莱德刚刚复活，萨拉想让他等个好时机再解释。斯莱德带队前去复仇，他的理智已经被愤怒代替，整个人性情大变，甚至对萨拉充满敌意。奥利弗尔试图让他冷静，反而被斯莱德致命锁喉。为了帮助奥利弗尔，萨拉给了斯莱德一镐把，这才让他冷静下来。米拉库鲁的副作用越来越大，半夜大家扎营休息。艾沃通过无线电联络上了萨拉，要求很简单，把剩余的米拉库鲁给他，他就找人把他们送出炼狱。奥利弗尔正想通知斯莱德，转过头却发现斯莱德早已消失，连同一起消失的还有米拉库鲁。
奥利弗和萨拉连夜赶回了营地，斯莱德依旧不见踪迹，干等着也不是办法。萨拉希望奥利弗能够找到斯莱德，劝他交出米拉库鲁，这样就能离开炼狱岛了。这一年来，萨拉得到了不少艾沃的帮助，心中还是存有一丝信任。可杀妻之仇不共戴天，奥利弗坚决不同意。时间一直流逝到晚上，两人聊起了以前的回忆，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奥利弗还未苏醒，萨拉就偷偷带着无线电离开了营地。他还是选择换取自由。萨拉一边走一边联络艾沃，艾沃欺骗小姑娘的手段简直无情，硬是把小东的死怪在自己的恐惧，还表示当初我在船上救了你，现在该你救我了。几次死里逃生，萨拉已经不再相信艾沃，心想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转过身告诉奥利弗去找斯莱德才是最靠谱的办法。两人清晨即刻上路。路上，萨拉再三警告奥利弗不要告诉斯莱德真相，不管小东的死是谁的错，说出去只会让本就不稳定的斯莱德变得更加危险。奥利弗感觉这样也许更加稳妥，凭借记忆他重返墓地。然而斯莱德也不在这儿，只留下满墙的验算公式，和当年爱德华轰炸客机的计算方式大同小异。斯莱德这是要利用导弹直接把轮船轰进海里。等奥利弗赶到后，斯莱德已经准备发射，他想着复仇，根本不在乎能不能逃出炼狱。若奥利弗阻拦他，他甚至会连奥利弗一起杀掉。可这艘船是唯一离开的工具，奥利弗只能搬出已故的小东打感情牌。爱情的力量感化了失控的斯莱德，奥利弗答应他自己会陪着共度难关。可这仇还得报，艾沃必须死。想登陆远在千米海域的轮船谈何容易，时隔半年，难得有架飞机路过炼狱，还没来得及求救，一发导弹就把飞机炸了下来。等三人赶到坠落点时，飞机上的设施以及无线电已经摧毁，飞行员还有一口气。萨拉决定用仅剩不多的医疗装备救活他。奥利弗和斯莱德回营地取东西，濒死的飞行员有个来不及照顾的女儿，本就是个单亲家庭，现在却要客死他乡。飞行员只能把女儿托付给眼前这个陌生的女孩，尽管他也不知道萨拉会不会同意。望着照片上这个打扮中性的女儿，萨拉决定有机会一定保护她。等奥利弗两人归来时，飞行员早就咽气儿了，场面一下陷入了死寂。不放弃求生希望的奥利弗在机舱里发现了降落伞，灵机一动想到了登船的办法。但在此之前，奥利弗需要紧急特训，这次没有人指导他，手中的弓搭载的不完全是箭，还有姚飞小东和父亲的信念。日复一日无止境的练习让奥利弗的力量、耐力、弓箭水平大大提高。斯莱德开始盘算登陆计划，光是货船的甲板上就有16个武装分子守着，还有几乎人手一个榴弹发射器，游戏难度简直无情。曾在货船上生存1年的萨拉并不只是负责打人，还学会了很多知识。他和奥利弗一致决定要摧毁剩下的米拉库鲁，这东西流放到坏人手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斯莱德犹豫片刻，准备一把火全烧了。就这样，一箱子旷世奇药被烧成了灰。趁斯莱德不在的时候，萨拉郑重提醒奥利弗，斯莱德的心里只有复仇，如果让他从艾沃嘴里得知真相，米拉库鲁只会让他再度失控，他到时候肯定会反过来咬我们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奥利弗必须得提前干掉艾沃。第二天就要出发了，奥利弗整理着自己的弓箭。斯莱德在岛上捡了瓶酒和伙伴们畅饮，还告诉奥利弗有我在，你死不了。尽管这样，奥利弗和萨拉还是交代了遗言。睡梦中，奥利弗见到了小东，当初挡在萨拉面前没有救下小东，成为了他登陆炼狱最大的噩梦。太阳刚刚升起，众人就准备出发。奥利弗穿上小东的绿色兜帽，这一行为了小东，也为了自己。斯莱德也戴上了尘封1年的面具。这一次他们背水一战，船上的俄罗斯狱友阿纳托利还兴致勃勃地玩着骰子，全然不知一场大战即将到来。虽然都是笼中之鸟，但这帮人谁也看不上谁。突然，一帮人把阿纳托利拉上了手术台，他还尝试用自己的俄罗斯黑帮身份吓唬艾沃，可谁听他的屁话？奥利弗这边点燃了弓箭，准备发送信号，一脸严肃地瞄向了天空，心里计算了上万条公式，手一松，箭矢一个抛物线，完美打歪。被斯莱德嘲笑后，再点燃一支箭，又是一顿风向气流湿度计算。奥利弗终于点燃了信号篝火，爆炸声立刻吸引了准备动刀的艾沃。阿纳托利捡了条小命，艾沃派出手下杀向篝火地点，计划顺利进行。斯莱德不禁感叹，上次咱俩尝试离开的时候还是陌生人，如今我们情同手足。小快艇刚登陆，奥利弗就挡在了跟前，踏上了这条训练过无数次的路线，帅气的一个跨步直接扯了蛋，还没开始秀就被水军抓住了。奥利弗被重新带回了轮船监狱，还不忘告诉隔壁阿纳托利，早说了我一定会回来的。看着这个逗逼青年，附近的狱友都忍不住和奥利弗聊了起来。奥利弗又结识了新的朋友托马斯牧师，
大家都是可怜人，聊得也相当投机。转眼间，奥利弗被拉上手术台，艾沃给奥利弗扎了一针吐真剂，想要问出其他2人和米拉库鲁的下落。在药剂的作用下，奥利弗开始吐露真言，计划被全盘托出，还暴露出斯莱德2人已经在船上。然而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。萨拉对艾沃极其了解，当然也知道吐真剂的事儿，所以在出发前给奥利弗服下了一种天然的木防乙毒素，作用就是抵消吐真剂中的硫喷妥钠。之后就靠奥利弗的奥斯卡演技瞒天过海，趁水军倾巢出动搜索货船的时候，奥利弗突然反击拿走了钥匙。岛上的2人眼看暴乱，立刻使用降落伞迎风飞向了货船。3人碰面后分头行动，斯莱德让奥利弗把艾沃留给自己处置，萨拉利用钥匙放走了囚犯。个别看不惯萨拉的囚犯还想趁机弄死他，托马斯牧师冲过来就是一镐把，直接把他给干晕。斯莱德则单枪匹马杀进敌群火力最猛的地方，米拉库鲁让他变成了大力水手，躁动的囚犯们拖住了大批水军。奥利弗悄摸靠近，摸进了艾沃的房间，干掉了甲板上的水军后举起了弓箭。现在一个直接干掉艾沃的机会摆在面前，可反派总是 talk too much， 把小东死前发生的事都说了出来。奥利弗正准备放箭，斯莱德从身后走了过来。艾沃的目的达到了，他利用小东的死激怒了斯莱德，让他失去了理智。这种情况下，斯莱德直接六亲不认，不给兄弟解释的机会。哥俩 PK 的过程中打偏了船舵，货船正直冲向了岛屿。斯莱德跟掐小鸡一样拎起了奥利弗，还没来得及下手，巨大的撞击隔开了2人，货船搁浅了。甲板上俘虏和水军们打得水深火热，奥利弗接乱逃了出来，敌人的火力压制困住了萨拉3人。阿纳托利扛起他娘的 AK-47 百年枪法打出一条生路，奥利弗也赶紧赶到支援。萨拉想借此机会跳水逃生，奥利弗本想带上斯莱德，可过去无疑等于送死，4人只好离开了货船。奥利弗前脚刚跳就被斯莱德抓住了后脚，硬是扔回了甲板。昔日兄弟转眼变成仇人，奥利弗被丢回了牢狱，而斯莱德干了好几个水军发泄怒气。米拉库鲁让他的身体快速自愈，一个下马威就掌控了货船的大权。不少囚犯都逃了出来。阿纳托利一回头发现奥利弗不在，萨拉反应过来后已经晚了。奥利弗被斯莱德拉到了大厅中央，斯莱德从兜里掏出了剩余的米拉库鲁，他一直没打算烧掉，米拉库鲁已经改变了他，当着奥利弗的面一刀带走了艾沃射击小东的手臂。他之所以没有干掉奥利弗，是打算把奥利弗慢性折磨至彻底崩溃，就像他失去小东时一样。奥利弗每天都被当成水军的沙袋，货船在搁浅后引擎破损，想离开炼狱，斯莱德就得找个能会修补的家伙。萨拉带着阿纳托利等人回到了营地，跟着来的人没几个打算回去救奥利弗。斯莱德通过无线电联系到了萨拉，让他们用个工程师来换奥利弗的命。在座恰好有个修补匠，并且斯莱德点名让他去。萨拉骗斯莱德说修补匠死了，下一秒就听见了奥利弗的惨叫，他直接警告萨拉，1小时不把修补匠带来，我就给奥利弗借个网瘾，直接电上天堂的那种。然而修补匠并不打算去冒险，举起枪威胁所有人，可他忘了阿纳托利是个俄罗斯人，枪顶在头上都没眨眼。萨拉趁他转身一棍子将其敲晕。斯莱德等待的期间给奥利弗讲了个故事，罗马时期人们会在罪犯身上烙下印记，目的就是让世人知道此人的罪行，顺便也提醒他自己。在奥利弗被打晕的期间，斯莱德在奥利弗背上刺上了和小东一样的纹身。萨拉等人把修补匠五花大绑，众人知道修补匠去了干完活就会被斯莱德干掉，但他们也无能为力。直到萨拉想到一个2全其美的办法，他带着阿纳托利找到了一颗地雷，这种玩意儿炼狱岛上四处都有。曾经在黑手党叱咤风云的阿纳托利自然对这种东西非常了解，把地雷成功拆了出来。萨拉计划把炸弹放在修补匠身上，交换人质后让斯莱德螺旋升天。这计划给阿纳托利都惊呆了。时间一到，斯莱德把奥利弗和残疾的艾沃都带回了营地，双方交易完成。可米拉库鲁强化的不仅仅是斯莱德的力量，还有他的感官。狗鼻子一嗅就闻到了炸弹的味道，翻出炸弹就准备毙了这几个人。突然小东出现在他的大脑里，也或者是斯莱德自己的另一个想法，杀死奥利弗他们太简单了，不如让他们在这个岛上自生自灭。临走前告诉奥利弗，等我离开这个岛，我会第一时间拜访你的家人。奥利弗身受重伤，在萨拉的搀扶下吃了一口姚飞剩下的草药，而阿纳托利打算折磨一下艾沃。艾沃已经狗急跳墙，他有办法阻止斯莱德，因为米拉库鲁是有解药存在的。作为交换筹码，艾沃希望萨拉能给自己一个痛快的解脱方式，反正他也活不成了。他半辈子都致力于寻找米拉库鲁，自然做过的研究不少。在尝试了1年的人体实验后，他打造出了某种血清，能够逆转米拉库鲁带来的生理作用。解药他藏在了货船上了，把钥匙给了萨拉后，奥利弗替萨拉下了手。因为杀人是种恶习，
一旦尝试便没有回头路。奥利弗带头回到了米拉库鲁的诞生潜艇上，肉搏他们被打死的几率100%。如果这艘潜艇还能开，那就会有极大的胜算。可都过去70年了，阿纳托利感觉这就是一堆废铁。一顿操作后，潜艇居然有了反应。这对一个土生土长的俄罗斯黑手党来说，跟骑自行车一样。但潜艇早就被礁石卡住了，唯一能用的武器就是鱼雷。这破潜艇的鱼雷还是人工瞄准的，操作员必须用生命控制。最后一名跟随奥利弗的幸存者彼得自愿报名，他的身体早被艾沃折磨得溃烂，不如在死前当一次英雄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奥利弗让萨拉在岸上等待。彼得感谢了奥利弗的救命之恩后，爬进了炮筒。导弹在海里一个急转弯轰向了礁石。阿纳托利和奥利弗一同揉搓，让潜艇移动了起来。可岸上的萨拉被抓了，斯莱德的货船也在移动，潜艇仅剩最后一颗鱼雷。奥利弗让阿纳托利找个直线位置，如果1小时内他没把萨拉带回来，就直接把货船炸上天，自己逃走。阿纳托利将潜艇开到了货船10米远的位置，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阿纳托利发誓，如果都活下来，有事到俄罗斯找我。奥利弗从水下悄悄游到货船上，在牢狱中找到了萨拉，让萨拉快跑后，奥利弗决定和斯莱德了结恩怨。可斯莱德早就断了他们的后路，还提前找到了解药。这期间，斯莱德做了数次实验，米拉库鲁也所剩不多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变成美国队长。奥利弗一直在尝试唤醒他们的兄弟情谊，唤醒真正的斯莱德。可死去的小东一直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，善良的小东在斯莱德癫狂的脑子里变成了恶魔。阿纳托利够义气的等了2小时，为了履行朋友的诺言，他发射了鱼雷。斯莱德戴上面具，准备一枪带走奥利弗，鱼雷瞬间爆炸，货船崩塌。奥利弗趁机挣脱捆绑，送走萨拉，自己选择留下来对抗斯莱德。萨拉毫不犹豫回头帮忙，历史再度重演。萨拉被大海吞没，曾是兄弟又是师徒，这次他们只能活下来一个。米拉库鲁的强大，奥利弗根本对抗不了。尽管这样，奥利弗还在拼命对抗他，一把扯下了斯莱德的伪装。随着轮船的崩塌，斯莱德被压在钢架之下。现在奥利弗左手解药，右手弓箭，拯救斯莱德还是杀死斯莱德，都由他掌控。斯莱德还在不停地威胁奥利弗，告诉他自己会杀死奥利弗所有家人。奥利弗毫不犹豫使用了右手，一剑刺穿了斯莱德的右眼。随着爆炸，奥利弗也沉入海底。再次醒来，奥利弗被天眼会局长阿曼达救下，一个新的旅程就此开始。